台中枫树社区昔日旧称下枫树角，创庄于西元1736年，位于台中市西南端，紧邻台中乌日高铁，自古即为中部开发古道上的重要农村聚落，但因战后地处都市开发边陲而没落。为了儿童的教育环境，枫树社区总体营造的灵魂人物江凤英老师设立图书室，并带领居民从环境将乱点改造起，办理活动让大家重新认识家园，拉近新旧居民的关系，渐渐唤醒居民的参与和环保意识。很多的古巷道改造，或者是其他人的改造部分，或者是学校合作的部分，我们都积极的以教育的观点，以环保的观点落实在这个基地里面。所以在83年，我们也能够参与文建会的社区总体营造。很多的公共工程部分，我会带领大家去跟官方讨论，甚至很多研究所的学生，他们也跳进来协助我们做比较完整的规划报告书。那我就能够带着这个报告书去跟评审委员谈一个需求。所以在这样的一点一滴的累积中，是因为民众有参与，由下而上，好好的完整。而且我们也知道说，完工以后我们要怎么样的去使用。以环保、文化、教育3轴线为核心理念，推动社区学校化，提升公民素养，让社区环境延伸成为学校生活教育的体验场所。走在田埂中、小溪旁，也走入200多年的古巷道。三合院中，听枫树耆老说农村记忆，处处可见社区陶艺家烧制的枫叶片、小鱼、烧坏碎裂的陶片拼凑，融入展示在墙面上。再到丰安公园100年大榕树下的阿嬷洗衣小广场，听故事，文化传承。阿嬷呢，她其实是一个老人家的印象，每个人都在猜那是谁家的阿嬷，我们就只有讲那就是枫树阿嬷啊，那个地方啊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地标了，就说你到底在哪里呢？我在阿嬷身上的地方等你。改造初期，环境维护更透过认养家树的活动，我的家树在这里，你的家树在哪里？把认养人的名字写在红布条绑在树上，搭配社区做的厨余叶肥，一起把树养大。现今的溪畔美景，是枫树人爱树护树的成果。20年后了，树木成林了，紧接着当年参与合作的人，参与认养家树的人，以及他们的家族朋友们，现在都在这个地方散步。当他们被推着轮椅走在自己打造出来的一条散步步道上的时候，那种尊荣，那种尊贵，就是让我们后面的人觉得说，还好有当年他们有站出来帮忙做。所以一条溪流的诞生，它是必须要结合大家的力量去营造一个想法。城市商店是2004年社区闲置空间再利用的成果之一。隐藏在枫树古道中，无人看管的城市商店贩售一些古早味的糖果点心、咖啡，社区自行生产的环保产品，在地研发的马尾商品和小农商品。有客人自行计算金额后，将钱投入成食瓮中。约20个座位，让路过的人休息、看书、帮忙浇花、维护环境。10多年来，已吸引许多国内外的访客到此留下记录，体验当个诚实店长。在92年的11月15号那一天，村民来告诉我说：“老师不得了，我们诚实商店这个点，人家要搭铁皮屋了。”我赶快去挡下来，就赶快租下来，才发觉说，原来每天所经过的这一个黑色的日记时代留下来的铁皮，它打开以后竟然是一个木头的
窗户。这样的一个窗户呢，引起我非常多的兴趣。风触角文化协会呢，就承担这一样工作，让它变成了大家的客厅。那加上大家的客厅之后呢，开始去探讨一个谁来管、谁来经营、谁来捕获。那我是觉得，以一个经营的观点来讲，它是不符合成本的；但是一个累计无形资产来讲，它是值得投资的。所以，我用诚实接待你，请用诚实对待人，就是我们最强的一个守约。社区营造靠肥皂。1996年，经由日本阿嬷和主妇联盟的点灯，回锅油做肥皂开始在枫树社区推动起来。为了让社区阿嬷们都能够参与，姜老师慢慢改良方法，简化教学，并定调为环保皂，培育社区妇女、外籍配偶成为讲师，给予认同，提升成就感。而做出来的环保皂和皂乳就回馈商家，或在城市商店销售，落实在地生产、在地使用的循环经济。这中间跑了那么久的一段路，目的就只有一个：我不希望回锅油给人吃到，也不希望回锅油掉到海里去。如果能够拦截回锅油，让社区妇女自己做成肥皂的话，那就可以替代石化清洁剂对河川的污染。1996年起，各地访客来枫树社区学习，在地交流，环保皂是最佳伴手礼。接着开始受邀出巡，跨社区、跨县市做教学，并接受申请，扎根到学校、偏乡的巡回教学，走入台湾深山、水源头、离岛，培训环保皂讲师，成立创造基地，借由创造来凝聚共识，实践联合国 SDGs 的永续目标，用心接待国际访客，立足台湾社区，放眼世界，协同设立芬兰赫尔辛基的 USO Studio 为国际交流创造基地，并于2012、2018年2度参与联合国 CSW 妇女地位委员会，分享台湾经验，推动环保外交。有感于农地快速消失，鼓励社区农民复植台中南屯在地文化植物麻尾，规划活动让老中青三代一起参与，让麻尾的草根性、乡土味唤醒台中人对土地的疼惜，更和饮食业业者创新研发麻尾多元化的食品，打破传统麻尾汤和季节性的限制，让快消失的麻尾能有更好的经济可行性和永续性。2014年9月起，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上午，在枫香公园办理大树日，结合佛光山云水行动图书车、环保皂制作、城市小农、资源回收兑换、社区行动影像回顾，在大树下让新旧住民一起分享交流，也是凝聚社区意识、讨论公共议题的好时机。枫树社区总体营造的终极目标，就是让人事地物景能够达到共识，能够追求共生的生活价值。城市商店2004年创立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7年，在这过程里面，我们得到非常多的热情，得到非常多的赞赏。我们这是一个责任。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的根本，就是要热情跟实际的行动一直往前奔跑，才能够成就大事。